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期视频咱们继续聊聊信任和人际关系的话题。那在上期视频中，我们就讨论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区别，并不在于个体是否孤立，是否需要在群体中，而在于这种群体的组织原则。人在世界上必然是需要和他人建立联系，组成集体和社会。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区别在于，集体的组织原则截然相反。个人主义下的个体更加擅长利用社会组织来满足自身的需求，也更加具备社会化的能力。当时我们引用了托克维尔对结社的论述，指出了结社能力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密切关系。我们也讲到了人的个性只有在这种自愿、平等和松散的社会联系中才能得到发展，并且这种社会联系必须是多元和丰富的。这其实也是我们这个频道反复提到的观点。那么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进一步论证这个说法，尽可能的把它给理论化、精确化。相信看完这期视频，你会对社会关系有全新的看法。不过在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借助一些经济学的概念，因为人的心灵是复杂和抽象的，通过类比的方式，我们能够更加简单直观地理解各种精神现象。我们知道，亚当·斯密提出了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的模型。他认为，交易可以促进社会分工，通过分工，不同群体或个人能够充分发挥其独特的优势和能力，促进专业化水平和生产力的提高，这将推动文化、制度和技术的进步，带来新的财富和需求，并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贸易的发展。这个分工、专业化、市场扩展的良性循环是世界经济得以发展的底层逻辑。当然，这个理论是一种理想状态，因为这种循环假设了一个高度透明和自由的市场环境。这其实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无摩擦力假设。为了简化计算，我们经常会预设物体运动时不受任何摩擦力的影响，但现实中物体总是受到阻力的影响，导致各种各样的能量损耗。理想化的市场状态当然也是不存在的。在经济运行中，摩擦力常常就体现为制度、文化所造成的交易成本，这些都会减缓和阻碍这种良性循环的发展。交易成本指的是人们在达成交易时所付出的时间、精力、资金等资源的成本。在一个交易成本低的市场环境中，资源可以更自由地流动，创新和竞争也更为活跃。而判断社会制度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这种制度是否有利于交易的发展。如果一个国家的制度导致了交易的成本更高，或者导致某些市场压根就无法发生和拓展，那么这种成本就是制度成本。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各地之间的贸易存在巨大的交易成本，比如各地区之间的交通网络不完善，物流效率低下，内陆省份货物难以运送到沿海地区等等。由于通讯技术落后，各地区的市场信息流通受阻，商品供需信息无法及时对接。这些障碍是可以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来克服的。然而，更大的交易成本还是制度造成的，比如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迁移，物资和商品不能自由流通，需要等待政府的计划和审批等等。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推进，这些障碍在一定程度上被克服了，人们的需求变得更加多样化和精细化。原先的需求主要是生存需求和相对简单的文化和精神需求，现在则出现了极其复杂和多元的精神需求，例如素食主义者能够轻松地找到特定的素食品牌，音乐爱好者可以找到稀有的黑胶唱片等等。这些细分的需求也推动了更多细分市场的发展。这里也顺便批判一下，咱们在去年11月11日的这期视频里就说过，很多中国人都持有这种观点，财富和资源总量是有限的，因此能生产食物的工农业才是根本，第三产业都是虚的。但这种观点其实是匮乏环境下的直觉。按照这种观念，经济发展的动力靠的是人的自我意志、节俭和忍耐，也就是人的消费和需求的全面萎缩，但这只会导致保守、僵化和停滞。实际上，资源和财富虽然表面上是有形的、有限的，
但其实是可以通过进步和创新不断地被发现和创造出来的。比如石油在工业革命前并没有被认为是重要资源，是技术创新赋予了这种食物以全新的价值。从这个角度上说，资源和财富就是无限的。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个人欲望的不断满足，推动人们不断地追求自我满足和创造。有些人整天写文章、做自媒体、开班教学，教育别人要减少个人欲望，批判消费主义和市场经济，但他们自己的行为本身就是建立在强烈的个人欲望之上。他们的书籍、思想和观点本身就是一种商品，是现代社会知识经济的一部分。因此，欲望是无法消灭，也不应该去消灭的东西。欲望所造成的问题，应该通过推动欲望走向高级和精细化的办法去解决，而不是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去抑制，试图通过倒退回原始状态来解决。比如追求大吃大喝，到追求简单健康的饮食，这并不是一种倒退，反而是欲望升级的表现。那些报复性、发泄性和破坏性的欲望，通常来自于一个匮乏和创伤的环境之中，归根到底是因为当事人对稳定感、安全感和尊重的需求没能得到满足。当这些需要获得了满足，人就会发展出更加高级和多样化的欲望，比如创作、助人等等。因此，交易成本更低的市场意味着资源的流动和分配更加高效，经济活动更加多元和活跃，而这通常也代表着人的需求的全面发展。如果我们将这个概念类比到社交和人际关系中，就更容易理解我们开头提到的那句话，就是人的个性只有在这种自愿、平等和松散的社会联系中才能得到发展。人与人的社交同样可以视为一种交易。人的个性与身份的发展总是复杂的、多变的。随着性格的发展，我们可能在人生的不同时期、不同场景下需要缔结不同的人际关系和组织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获取社会支持。我们说，人与人之间必然是需要互相帮助的，这种互助可能是经济上的，也可能是精神上的认同。而一个人越是能够从更广阔的范围里获取社会支持，那么他的生活质量也就更好。人类创造各种宗教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通过一套学说、仪式和符号系统，解决人与人之间如何互相信任和帮助的问题。当然，在人类历史的很长一段时期，社会组织的互助功能主要还是围绕生存需求和经济利益，而较少有思想交流和个性发展的成分。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各种宗教在人际交易成本上仍然有着显著的差异。比如在中国历史上，指导中国人人际关系的儒家思想就把血缘作为社会组织的核心纽带。家族伦理是一切组织得以运行的基本逻辑，即便是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群之间，也要通过对血缘关系的类比建立起一套家族伦理，也就是通过辈分、年龄、性别、亲疏4个维度来确立等级关系，实现定上下、立尊卑、明贵贱、分远近的目标，并以此规定每个人的义务和道德。正如我们在今年2月16日的这期视频说到的，在传统伦理下，长辈的地位高于晚辈，对晚辈拥有精神和物质上的支配权，在同一辈分中则以出生时间排序，即使哥哥只比弟弟早出生几十秒，弟弟也要服从哥哥。很多人会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毕竟血缘关系是客观存在的生物学现象，是先天的自然性。然而，对这种东西赋予解释和意义却是人为和主观制造出来的，这就意味着这种差异仍然是一种后天建构出来的产物，就如同民族主义一样，是想象的共同体，因而也就不具备先天的普遍性和神圣性。血缘伦理当然为个体提供了某种庇护，它规定了长辈对晚辈负有某种养育的义务，晚辈也有赡养长辈的义务。面临诸如饥荒、疾病之类的危机时，家族成员之间原则上应该互相帮助，即使犯罪了也要互相包庇。当然，这种伦理是需要特定的仪式来强化和维系的，比如贞节牌坊、族谱家规、宗祠宗庙等等，家族成员得以实现风险互助、资源共享，相当于降低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易成本。然而，这种建立在血缘之上的人际纽带，却也阻碍了个体从更大范围获取支持和认同，因为他没有能力在非血缘关系，
尤其是陌生人之间建立起一种普遍的精神纽带。正如这篇论文所说，中国社会的特殊称谓十分发达，比如用来表述亲戚关系的称谓就有上百个。而英语在亲戚称谓这方面就非常模糊。但是，面对那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中国人通常称呼对方的官衔、头衔或者特定社会身份，比如张老师、赵总、王局长等等，却严重缺乏英文中的 Mr. 或者 Miss 那样普遍意义的称谓。这其实意味着，在与自己没有亲戚关系或者特定社会关系的人，尤其是陌生人时，缺乏一种普遍意义上的尊重。当人际纽带建立在某种特殊的自然性时，也会导致对普遍伦理和规则的排斥，这表现为对亲戚和熟人还会讲道德，对陌生人则可以理直气壮地坑蒙拐骗。因此，中国社会所流行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外面很乱，只有祖国才会对你好等等观念，都是在强化家族、宗族和种族等共同体的神圣性和排他性，也必然助长一种某种人格的依附性，以及保守、排外和封闭的心态。在这一点上，与儒家伦理相比，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虽然在历史上也长期存在着宗教狂热和不宽容的现象，但它的教义的确提供了某种跨越血缘和地域的普遍联系，因而也是一种理性水平更高的人际纽带。比如基督教就大量吸收了希腊哲学的精神，认为不论种族、性别和社会地位如何，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信仰基督来获得救赎。通过教会组织的传教活动，基督教突破了家族和民族的界限，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形成跨地域的普遍联系。而儒家伦理虽然也可以将仁义精神推己及人，所谓泛爱众而亲仁，但这种推恩仍然是从亲近的家族成员为起点，按照血缘网络推及到较远的社会关系上，因此是缺乏普遍性的。当然，基督教等宗教的普遍性仍然是相对的，它仍然存在对异教徒、不信教者乃至内部意见者的不宽容，而近代西方所产生的普世价值，则是建立在人所共有的理性和目的之上，从而排斥了任何特殊主义的道德观所造成的狭隘，比如认为某种性别、某个家族天然就比别人在精神上更高贵。就像我们在9月21日的这期视频里提到的，普世价值为人类所熟知，离不开大规模的交流和互动。比如文德尔班认为，十字军东征导致了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频繁接触，这些宗教的斗争导致了一个后果，那就是一些人发现了这三大一神教的分歧背后存在某些共同因素，比如犹太教认为摩西的律法是神对以色列民族的特殊启示，伊斯兰教认为穆罕默德是最后的先知等等。这种排他性和独特性的教义背后又有着某种深层的共性，那么学者们就意识到，在这些特殊的启示背后，存在某个超越具体宗教形式的真理，由此产生了一种世界宗教的观念，而这个宗教只能通过理性来把握。这个洞见为欧洲走出中世纪的蒙昧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康德的道德哲学对此有过深刻的总结。我们上面简要讨论了人类的群体纽带是如何逐渐摆脱自然性的束缚，向着理性和普遍性过渡的。在这个过程中，规则、契约、法律和道德等理性成果开始取代血缘和情感的主导地位，成为人类合作与信任的核心。与这一进程同步发生的是个人逐渐摆脱了人身依附性，因为这种纽带不再强求个体服从于群体的固定规则或传统，而是越来越能够尊重个体的独特性。我们所说的人的个性，并不是天生就有的、现成的，而是自己探索和发展出来的，也就是自我复杂性。当个体的全部生活都被某个身份牢牢束缚时，他的思想、情感必然是单调的、贫乏的。在这样的社会下，个体的想法都是千篇一律的。而当他在一个高流动性的社会中，就可以在多个集体、多重身份中自由切换、选择和探索，他的人格就有了更多的维度。当这种维度多到一定程度，就构成了每个人独一无二的一套编码和坐标，表现为每个个体都拥有更加独特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当两个有高度自我复杂性的个体相遇时，他们虽然彼此有着独特的个性，但又能在自我探索这件事上结成最深刻的情感链接和人际纽带。
这看似是个悖论，但其实又是自洽的。正如黑塞所说，这种团体正是唯有绝对独立的人才能缔结的。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下期视频我们会继续讨论这个话题。那最后再强调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很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